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们台中旅行的第2天，上午来到梧栖老街。去年1月才刚造访过这里，不过当时梧栖文化出张所没有开放，所以今天来梧栖老街，主要就是要造访梧栖文化出张所，就位于草原宫的隔壁。不过上午10点钟，梧栖文化出张所才会开放，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就先逛逛梧栖老街。草原宫主祀天上圣母妈祖，咸丰丁巳7年，1857年，草原宫的庙联是于右任的题字。民国48年。草原宫是梧栖地方信仰的中心，不过这间古庙在民国45年进行大幅的改建，所以现在不是历史古迹了。另外一间庙在草原宫的对面，真武宫才是市定古迹，创建于清道光25年。过去看一下，草原宫前面的马路是梧栖路，梧栖老街。现在看到的房子都是日本时代的房子。梧栖走大教是草原宫著名的宗教活动。这是梧栖老街艺文广场，市定古迹。梧栖真武宫，梧栖真武宫庙的建筑比较低矮，是因为当年为了要避免海风吹袭，所以庙建的比较低矮。也因为这边的腹地比较狭窄，所以后来比较没有办法做大幅的改建，所以真武宫能够维持古貌。而在100多年后，被登录为台中市市定古迹。梧栖真武宫单采修护计划，所以目前是暂时封闭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去年1月我已经来参观过了。真武宫主祀玄天上帝，整修期间，神明现在暂时封错在这里。哦，旁边巷子里面好像有一栋老房子。这栋老房子有很典雅的门柱跟外墙。哇，这个门已经荒废了，入口在另外一边。啊，没有吗？不同一家。另外一家的断垣残壁，小心虫虫啊！哦，这是隔壁户。这是清水砖，如果不是房子破败，还真的没有机会参观到清水砖中间夹层的夯土吧。这边小巷还有路，你走进来看看。这边还有一间庙，万兴宫。我去年也造访过万兴宫，主祀苏府王爷。万兴宫也是梧栖老街的大庙之一。万兴宫创建于清咸丰年间，庙前的广场是当时梧栖港下车城货物集散之地。我回到真武宫了，前面那边还有一间庙。我就顺路过去看看。这间庙是长兴宫，我去年也造访过。梧栖真的好多大庙，
长兴宫主事吉府千岁。王爷信仰是台湾很普遍的宗教信仰，特别是在港口地区。我就从这里走回57路，老街随处都可以看到老房子，闽式红砖墙，日式黑屋瓦。前面是锦城桥。锦城桥，刚刚57路看到的老房子，就是1935年大地震之后，市区改正计划拓宽街道形成的新式街屋。我现在从锦城桥走往朝元宫的方向，去造访57文化出张所。这是林吉安古厝。57文化出张所，台中市市定古迹，原57警察官立派出所及宿舍群。台中州大甲郡57警察官立派出所。宿舍就在派出所的后方。这里有冰淇淋、冷饮，这是百香果冰淇淋，是这里最有人气的冰淇淋。祈福亭，刚进来的这一栋是派出所厅舍跟宿舍相连的建筑，建于昭和6年，1931年。那这边还有3栋，现在已经作为民宿使用。所以没有办法进入参观。这一栋是 B 栋，大约兴建于昭和12年至15年之间，是专造双并宿舍。这一栋是单户木造宿舍。大约兴建于1939年至1940年之间，是所长宿舍。这是1941年兴建的防空洞。这一栋是单户专造宿舍。是民国49年增建的。义和轩，进来参观。陈文彬创作展。这是陈文彬先生的作品。
这里有出租日式浴衣。刚刚工作人员说，这里假日游客会有500-600人，所以如果要在这边拍照的话，那我觉得非假日来会比较逛得舒适自在。像今天就只有我们2名游客，刚刚才又都进来了1-2位，所以可以安静的游荡。我们现在离开梧栖老街，就直接开车到台中港。我还没有去过台中港，今天就顺道去参观一下新高竹港出张所。今天没有开放。我后面是新高竹港出张所。是与台中港历史有关的一处历史古迹，可是今天没有开放。在日本时代1939年的时候，台湾总督府决定在台湾中部新建一座港口，当时台湾总督小林纪照将它命名为新高港，所以在这里设立了新高竹港出张所。不过后来2次大战末期，日本财政匮乏。所以在1944年就停止这项竹港计划。那战后国民政府的财力也无法继续造港，一直到民国60年，政府才决定重新启动台中港的新竹计划，然后在民国61年开始竹港。台中港是当年政府10大建设之一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前往台中港了。那一栋建筑是台中港旅客服务中心。台中港三井奥莱，接近中午了，先用餐。三井奥莱的美食。用完餐，现在要来造访台中港了。那边是台中港旅客服务中心，不过这边过不去，那我就走到这里就好了。台中港，日本人没有实现的梦想，后来国民政府将它实现了。在现在台中港的水面底下，应该还可以看得到日本人曾经努力过的痕迹，只是水面下我们看不到而已。那我们2天1夜的台中之旅，就在台中港这里结束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，有本次梧栖老街及台中港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，作为旅行的参考。